这里居然真有这么两座山，看来那些人倒也真不是虚言。哈哈，原来是韩道友来了，我就知道以道友的神通，区区一件任务绝对无事的。原来是柳兄和欧阳兄，二位来的不是比在下还要早吗？看来二位任务比在下还要顺利得多。我二人任务又如何能和韩道友相比？老夫不过跟随几位禁卫大人扫荡几个异族人的小宝典而已，只要自身小心一些，自然不会有多大风险。除了二位道友外，还有其他道友到了吗？当然有，我们此行需要人手不少。虽然早就做了近半道友可能无法赶到的预测，但是现在已经到来的人手也差不多了。我带韩兄去见见。那就有劳道友了。迎仙子，想不到道友也被邀请来了，还真是巧了。妾身却是知道道友会到此地的，在下也算此件事情的发起人之一。发起人？这倒真出乎韩某的预料了。韩道友既然到了，不如先入庭一坐。韩某这一次执行任务受了些小伤，外加日夜赶路耗费了些法力，还是先恢复一下吧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似乎距离约定的出发时间还有半月之距呢。好，这倒是我等疏忽了。韩兄一路而来，自然要先休息一二再说的。这些屋子最左边几间尚未有人，道友尽管挑选一间就是了。当然，道友若是不满意的话，施法自己另行再建也行。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韩兄如此急着调息休养，不会身负重伤了吧？应该不会，韩道友气色很好，可能真的只是法力有些混耗而已。说不定韩道友精通敛息的秘术，我等看不出来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既然能按时到这里了，已经说明此人不同寻常。先来的袁道友和靖远大师，不是同样一来就入屋静修了吗？迎仙子所说有理，虽然韩道友只有化神中期修士，但是据我推测，论神通在已到的道友中，足可排进前3。欧阳道友此言未免有些夸大吧？韩道友只是化神中期修士，这点老身还不会看错的。赵姐姐在天渊城这些年间，甚少参加飞升修士的聚会，不知道韩道友的事情。韩道友可是曾经刺斩杀和生持过同阶一族，特别他的一种神通，对付那影族更是大有克制之效。这也是我等会一力邀请他来的主要原因。迎道友意思是用此人专门对付那些影虫兽？不错，我等是这个意思。那些影虫兽颇为棘手，万一因此大耗法力，甚至惊走了我们此行的真正猎物，那可就糟糕透顶了。见过祝前辈、卿前辈，两位前辈也到了，晚辈见过二位前辈。人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，诸位道友先坐下吧，我等好好商量下如何清剿那群闭眼真蝉巢穴的事情。看来和我夫妻去预料的差不多了，当初发出邀请的道友，如今真能到此的不过4成而已。其他道友要么任务缠身，无法赶来，要么出了什么事情，无法跋涉万里到此了。就算如此，我等只要齐心协力，也能将那群闭眼真蝉顺利剿灭的。到时候诸位道友分得真蝉灵血，而我夫妻则得这群古兽守护的树株千心花。这些都和诸位道友事先说过了，都没有什么意义吧？当然，那些真牌灵血的划分，还要根据诸位道友的表现才可，不可能完全平分的。还希望有其他心思的道友，不要妄想不劳而咎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心中有数了，我们就商讨行动的具体步骤吧。这群闭眼真凡是迎仙子等人率先发现的，就由迎道友先解说一二。祝前辈有命，晚辈怎敢不从？如何发现闭眼真牌巢穴的，小女子就不多说了。能告诉大家的是，这一群真牌有接近10只的样子，
两只雌雄成年真牌大概有炼虚中期的实力，其余的幼巢相当于元婴级的修士。这群真蝉一直躲在地下深处的巢穴中，平常根本不会出来的。若想在巢穴中击杀它们的话，恐怕难度会增加不少的。毕竟巢穴附近的环境非常不利于我等出手围剿的。若是仅仅这些，其实也无需同时请来如此多道友的。关键是这闭眼真蝉巢穴附近还有2种厉害的半生兽，一种是黑血蚁，另外一种则是影虫兽。这2种虫兽虽然个体也许不算什么，但都是群居种类，大约各有100余只左右的样子。要想清剿闭眼真蝉，必须同时解决这2半生虫兽才可。黑血蚁、影虫兽，不用紧张，既然我请诸位道友到此，自然对此已经有了解决之道，只是需要诸位的大力协助而已。诸前辈，不是我等不信前辈之言，而是此事看起来的确凶险，前辈能否稍加解说一下具体的应对之策？原来是尤道友，道友请坐。即使道兄不提此事，祝某也会在下面稍加解释的。其实简单，这2种半生虫兽虽然有些棘手，但是我夫妇已经收购到了檀褐香，此香对黑蟹蚁具有莫大吸引力，只要在远处一点燃，就可把它们轻易引出地面，然后一起出手剿灭。倒是那些影虫兽不太好应付，不过我夫婿也从好友处借来了一套玄清天雷旗，只要8名道友手持此宝，组成天都环雷阵，足可以困住这些影虫兽。除此之外，还特别请来了在功法上可专门克制影虫的韩道友和萧仙子，有2位道友辅助此雷阵，应该万无一失了。剩下的人再和我夫妇联手，专心对付那些真蝉兽即可了。诸位道友觉得如何？这位应当就是萧仙子。萧仙子修炼的是何种神通，竟也能克制影虫兽？单一担忧撤退之路，真的为屯经防。当日祝道友夫妇带人到洞府找上我时，似乎也只是祝道友开口，未见青前辈说过话。青前辈莫非修炼了类似闭口禅的古怪功法？既然人手已经安排妥当，我等即刻出发。诸位道友当心一些，雾中会有一种不知名怪禽，好在实力不算高，只要小心他们喷吐的酸液，就无大碍的。至于这点网雾气，就交给我夫妇了，自会驱除掉的。走吧。快动手灭掉这些东西，它们酸液可以腐蚀我等宝物。大家不用害怕，这种怪禽现在只试探攻击而已，一旦前面10几波攻击无效，他们就会自行知难而退。就是这里了，还真难为银仙子你等能找到此处来。这是晚辈几人以前追逐一头异兽，无意间闯进这里来的，这也算是晚辈等人造化不小吧。的确，不是机缘巧合，这等隐秘之地发现不易。不过也正是如此，才能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群真蝉兽。要是在外面的话，恐怕早被他人先寻到了，哪还能等到我等出手？真蝉巢穴就在此山底部的地下洞窟中，大家小心一些了。黑血蚁虽然只是8级妖兽，但是天生能破我们修士的护盾，并且体内黑血奇毒无比，一旦被咬中，必须马上服下解毒丹，否则会有性命之忧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吧，我先点燃檀褐香。这就是檀褐香了，看起来毫不起眼，并且丝毫味道没有，难道真的对黑血蚁有用？
韩兄，妾身手中有一杆百丈迷宫光幡，在遮影上倒也颇有些神效，不如我施法将道友身形一起遮蔽起来吧。呵呵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仙子了。举手之劳，韩兄何必多礼。道友的宝物还真是神妙。韩道友说笑了，这百丈迷光幡固然隐形十分厉害，但是只要有心人用神念一扫的话，便无法瞒过，也只能用来对付这些天生神念不强的虫兽了。此宝连迷青灵木都无法砍破，若是连神念也能一同遮蔽，绝对非同小可。动手！现在黑血蚁的威胁已经没有了。下面我等就要进入山中的真禅兽长穴了。这一套玄清天雷旗，几位道友过来，一人领上一丈吧。好了，除了赵道友和荀道友留在外面警戒一下外，其余人都跟我夫妇走吧。大家小心一些！我感应到前边出现接近化神的2只虫兽，正好挡住了我们去路。附近还可能有其他虫兽，我不便放出太多神元去查看，必须先有人过去，亲眼确认下是何虫兽再说。让在下去看看吧。在下别的神通没有，在遁术上还有几分自信的，就不知祝前辈是否信得过在下了。原来是尤兄，道友的风遁术神妙万分，祝某正求之不得的。尤某已经查过了，前边是2只漩涡兽，恐怕要有些麻烦的。漩涡兽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逃走，并发出鼓鸣，一旦不能一击必杀，整座巨山中的虫兽都可能被惊动。这倒真有些棘手了。我虽是炼虚修士，但并不擅长隐匿之术。漩涡兽无论嗅觉和神念可都不弱，在下夫人倒是遁术不弱，有把握解决其中一只。另一只的话，还得需要另一位道友出手解决才可。在下肯定不行，以尤某风遁术接近他们没有问题，但玄活兽皮糙肉厚，在下修炼的神通可做不到一击必杀，会误了大事的。难道不能施展土遁术，从一旁绕过去吗？此山不知何处有一个巨大的灵磁石脉，一遁入山石中，所有身具灵力存在都会被其强行禁止吸走的。但只要不施展土遁术，却也无大碍。灵磁石脉。祝前辈，若是在下能解决另外一只，侦查灵血会多分在下1分。怎么？韩道友有把握解决此兽，但若是失败的话，有何损失，在下负责赔偿就是了。韩道友看来真的很有把握了。好，另一只虫兽就交给道友了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尤道友，你隐匿过去，在一旁辅助下韩道友。行，这个可以交给尤某就是。尤兄，
这2只虫兽已经解决了，通知祝前辈他们一声吧。好。韩道友出手利落，既然路障已除，我等继续前进，莫要耽搁。大家听好了，通过此河下，就可直通那真蝉兽的巢穴了。但是那些影虫兽十分麻烦，要全靠几位道友了。请祝前辈放心，有天都玄雷阵，再加上韩兄和萧仙子姓祝，影虫兽纵然以诡异闻名，也绝无法逃脱的。赵道友，你说祝前辈他们是不是该到那真蝉兽巢穴了？2只成年闭眼真蝉，纵然人多，灵血每人也能分到不少。只可惜我2人被分到了外面，恐怕分到的灵血数量也最少。荀道友可别只看进入巢穴之人得到的好处，说不定还有人会一命呜呼呢。陨落？不会吧？我看祝前辈等人准备的已经十分周全，应该手到擒来才是。会有何危险的？看来道友是第一次深入蛮荒界，在蛮荒界中根本不会有什么十全九稳的事情，好比我们正在这里警戒一般。就算突然从雾气中跑出一大批化神炼虚级的古兽或者异族，都有可能。怎么可能会出现群人？不好！不错，人族的化神级修士元婴，果然是大补之物。你那个直接捏爆了，也未免太浪费一点了吧？我最近刚刚突破，力量不太好控制，区一个人族化神修士元婴算什么？我们要找那炼虚修士的元婴，那才是真正大补之物。若是侥幸吞掉一名合体级修士的元婴，直接进阶夜叉王也有可能。合体期修士哪是说灭杀就能灭杀掉的？你我联手也不可能是一名合体期修士的对手。好了，办正事要紧，我倒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人族修士。这里应该距离人族的天渊城至少有半年的路程才对。这有何稀奇？多半是人族出来寻宝的修士，既然灭杀掉了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就算还有漏网之鱼，交给后边扫尾的人就是了。我们只是负责清理那些明显目标。
全行队碰到的2名化神级人族修士是在附近没错吧？梦想大人，收到的消息的确是此地，但方圆数百里除了这座山外，都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发现。这座山似乎含有灵磁石脉，我等无法直接探测的。哼，灵磁石脉，那还不简单，拆开看看不就行了？人倒是不少，但只有2名炼虚级的人族修士，我懒得动手，交给你们处理了。能活戳就活戳吧，说不定还能问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夜叉族，我们人族和贵族可并未在交战中。诸位无端曾骚扰我等寻宝，并将我们围住，是何道理？动手！这么深的地下都能感到震动，外面那一击恐怕已经决定胜负了。竟然一点气息都没有，这2名夜叉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难道是夜叉王？这2人气息好像是本王前不久发现那群人族修士中的2个，那些家伙还真是没用，这么点事都无法办好。不死王，附近地下有一片灵磁石脉，这2人有本事不受影响的从地下遁走，这倒无法怪罪你那群手下的。这不是让这2人逃掉的理由，回去本王自会好好处罚他们。你2人能逃到这里，也算有些本事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不死王，且慢！这2名人族似乎不是一般人族修士。那人背后刚才显现的好像是天凤和鲲鹏的身影，另一人足下好像是真龙族变种5色球蛟的一缕精魄，有些意思啊。转轮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想让本王放他们走吗？还有，在下可不喜欢别人直称尊号。
阁下还是叫在下姓武吧。这倒是本王的疏忽。孟祥大人，刚才你我不是还在为那事情争执不下吗？不如就利用这2人打个赌如何？打赌？什么赌？我2人就以刚才争执之事为赌注，分别出手诛杀这2人，谁先得手，就算谁赢得赌注，如何？区区2名化神修士，我们一出手，他们就一命呜呼了，如何分得出什么胜负？这2人都不是普通的化神修士，况且我2人自不能亲自出手，不如各自派出自身的一个娼奴动手，如何？如此一来，想来这2名人族也能应付一下，足够你我分出胜负的。娼奴，好，就依你之言，难道我还会怕输你可？你2人也听到了我们之言了，给你们一次活命机会，让你们先走出千里之外，我2人才会出动娼奴。但你2人别想着分开走，你们2人之间距离只要一超过100里之外，就休怪我2人亲自出手了。千里？不错，当然若是一炷香时间到，你们没有遁出千里之外，我也会同样派出娼奴的，别妄想什么侥幸。好，萧道友，我们走。这面日光佩是用至阳之力凝令而成，纵然是合体大成夜叉王，也不可能单凭神念侵入里面。我们下面可以放心的交谈了。有何可交谈的？此次我们恐怕真的九死一生。道友觉得，那2名夜叉王的实力大概如何？起码也和我们人族合体期修士相当。虽然我无法探查他们的具体实力，但我也曾经见过木族的银阶木灵。可给我的感觉还远没有眼前这2名夜叉强大。他们可能真是大夜叉王？纵然不是，恐怕也是仅次于大夜叉王的存在。萧道友，可知道对方口中的娼奴是什么？对方好像信心十足的样子。这个小妹倒真从师门长辈那里听说过一些，听说是夜叉族中的王级存在，都会豢养的一种半敢半妖的东西。平常是以夜叉王自身的精血喂食，所以若这2名夜叉真是大夜叉王，哪怕最次的那种娼奴，我们也根本不敌的。而根据品种不同，大概会有夜叉王本身的1/10到1/3不等的神通，故而会随着夜叉王的实力增高而增强。事到如今，我2人最好将自己的大概神通和实力稍微互相交代一下的好，这也方便我们联手应敌。怎么？萧仙子真打算硬拼这些娼奴？不击退他们，我们怎逃得性命？道友不会当那2只界叉王是摆设吧？若是那娼奴击杀我们还好说，若是反被我们击败，你以为他们真会不亲自出手？他们从头至尾都没有对我们许诺过，只要击败娼奴就饶我们性命吧。那道友可有何良策？没有。若是长奴真像你所说的那般可怕，我们连眼前这一关都无法应付，又如何能逃过那2名夜叉王的锁定？或者能马上在附近发现一座传送阵，传送到数万里之外，这才能逃之夭夭。不过，萧道友所说互通神通，好联手应敌的建议，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最起码可以多保住小命一会儿。2个东西距离我们不足300里了，遁速之快远在现在之上，以现在速度，无法拖延多久的。交手之地，还是离那2名夜叉王越远越好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。多谢韩兄相助。这种施法十分消耗法力，我也无法持太久，并且也不能真逃太远去，
否则2个夜叉王恐怕会出手干涉。这个自然，韩兄还是多留些法力应敌的好。小心，这2个东西速度很快，千万别被他们身法迷惑了。我的辟邪神雷竟然对他们无效，看来他们并非什么邪物成型祭炼出来的。一些至阳辟邪的功法，估计对他们没有多大作用，只能面对面硬拼了。按计划动手吧。
里面有一丝真灵之气。看来我们还是小看这2名人族修士了，竟然能有这种凭空远距离传送的神通。此事连本王也没有想到，好在本王那最后一击也震动了其传送法阵。他们能否真的安然传走，还是两说的事情呢？说不定在途中就掉入什么空间裂缝中，已经从此界消失了。也只能这么想了。倒是你我2人的昌奴，也不知被传送到了何处，想要找回，可真有些麻烦。没什么，你我昌奴又不是灵智未开之辈，只要不是传送到其他大陆，总会自行想办法找到你我的。倒是我们先前所说的联军之事，必须马上拿出个章穷来，否则……王八猪妖，倒是狡猾。不过是数百年巨龟之壳，竟然可以抵挡我一拳，这是哪种灵龟之壳，能有这般神奇？既然你我有点缘分，这颗麒麟丹就送给你吧。以后能否真的开启灵智，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果然不是这些普通龟壳，但此龟壳应该也出此处不假。